做自由的模型，听 C 狗为您分享。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毛安分享。本期要和各位分享的是万象剧院的首款拼装模型天气。那么本款模型的定价是236元，也是这2年我个人经历的这么多模型厂家里边为数不多的一个一边制作一边发进度的厂家。不过最后也因为宣传的问题整了点乱子，目前算是解决了吧。那么我这一次也是拿到了平台件，很荣幸，身为厂家鬼见愁的我，话说这个名号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呀？能够得到信任也是挺不容易。拼装完成以后，针对各种问题也是进行了反馈，同时目前万象剧变那边也是发了动态，表示会进行一定的更改，能改多少这个真不太好说，不过至少是有个态度。同时前面说了一点，本款模型的板件排布和说明书的指示是很不错的，可以做到及时清板。我个人的拼装思路是支架、背包、浮游刃、头部、胸部、胯部、手臂和腿部就2选1就可以了。板件也是基本上做一个部分就能清一个部分，这个恰恰是现在大多数模型缺少的流程。注意，这句话并不绝对，我说的是大多数对比天启的板件排布要比较舒服。那么本期视频就让我来给各位展示一下这一款模型，我个人认为一些比较不错的设计和缺点，所以我们直接开始正片。本款模型的内容物包括天启主体、环形背包、10个浮游刃、光束特效件、支架地台、浮游刃、支架连接件、金属武器杆1根、造型手6对。作为特点呢，夜光特效件1套，发光效果还不错，同时水贴也是带有荧光效果的，不过我懒了，有点没贴。关于荧光特效件在紫光灯下或者晚上的状态确实还可以，不过按照我个人的审美，天启本身就已经有着大量的细节分色，再添加这种明显的透明件反而会有点乱，所以我个人也算是进行了一定的取舍，仅仅在头部和胸部的位置是使用了夜光透明件，搭上接人器和类似于胸部核心的状态。根据官方在2023年11月15号发布的整体配件图，也是在后续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在之前的动态里也是表明了我个人的态度，在这里就不去过多的赘述。而且图中作为特点框出来的2个浮游刃，大部分的板件也都是完整的在一块大板件上，想单独拿出来以及后续批次不做的话，这个确实会比较难。在尺寸方面，本款模型的高度是24厘米，和 MG 沙拉比是差不多的高度。装上背包以后，最高的高度来到了41厘米，宽度也是41厘米，整体的尺寸还是非常的大。各位如果想进行收纳的话，一定要记得好自己的空间。由于没贴水贴，也为了不糊弄事儿，渗线我还是做了的。整体的刻线还是比较清晰，渗线的过程会比较流畅。主要是本身的细节就已经太多了，再贴水贴的话，对我个人来说真的是有点乱了。并且还是要说一下，本款模型的铝箔贴纸是很薄，粘性也是很不错的那一种，粘贴的时候也会更加的方便。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头部，天启的头部最初看官图的时候，个人感觉是很乱的，实物拿在手里也是这个感觉。比如接人器两侧的零件给它去掉，然后零件边缘的凸起再去掉一些，整个头部相对来说会更干净。不过天线内部的细节刻画可以保留下来。关于天线的状态也是看到了很多朋友的吐槽，个人拼完了以后有一些我个人的看法。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 MG 独角兽3号机菲尼克斯毁灭模式的天线，整体的造型是一个张开的凤凰。考虑到天启后续也有一个鸟形配件包，所以我个人感觉天启的天线也是这个展开的鸟形，加上前端也有设计转折，看着就像鸟喙一样。如果这么想的话，那么这个设计也算是合理了许多。尾端接人器也是提供了贴纸，头顶内部和眼睛都是透明件，这里我选择了夜光透明件，即便是在没有光的情况下，看上去也会明显一些。在眼睛部分是提供了3种颜色，我个人比较钟爱的是这个红色的眼睛状态，很帅。然后我们来说一说头部的可动，首先在头部内部是提供了一个基础的可动关节，也是带有一定的可动。再一个就是脖子关节的设计，这个部分原本是和胸部组装在一起的预组装零件，上下都是球形关节，不过这2个部分的连接相对来说会有一些松，但是固定头部的造型还是完全够用的。同时针对这2个球形关节还单独设计了翻折可动，下端可以大幅度的向前弯曲，上端也可以大幅度的向后弯曲，加上整体的长度是比较可观的，再配合头部内侧的零件，整个头部的活动范围其实是非常优秀。低头幅度很大，但是抬头幅度会受到后方遮挡零件的干涉，并且接人器和胸部金色零件也会有干涉，当前角度就是最大的可动了。再一个，得益于胸部给的活动空档足够大，所以想摆出一些夸张的动作，调整好角度也是完全可以的。胸部整体的分色处理和细节会非常多，这个部分按照我个人的审美，如果可以省略一些凸起和凹槽的话，整体的观感可能会更好一些。为了更好的展示，我这里是把胸部单独拿出来，先看一下骨架部分。胸部的预组装骨架也是比较完整的，并且有着多种可动配置。不过我这个胸部组件在腰部的位置是没有办法完全挺直，整体会呈现一个轻微弯腰的状态，希望这个部分后续大货能稍微处理一下。
这个时候再装上部分外甲，可以看得出来，胸部的外甲配置被分的是比较模块化，不是一层套一层，而是一个部分一个部分的装上去就可以了。同时，胸部虽然没有设计驾驶舱，但是也是配备了类似于能源反应炉的设计，装上胸部外甲之后，也可以从侧面露出来一点。并且胸部上方的装甲也可以轻微的进行展开，配合紫光灯的话，按照我个人的想法，也可以是能源过载，或者是释放胸部大型光束炮的一种可能。上方的这个展开有点类似于散热的设计，正好胸部上方两侧也是有散热器的细节展示。顺带一提，本款模型下端前后盒中间会留有空隙，这个部分并不是完整贴合的。胸部的弯腰可动可以达到当前的水平，并且在弯腰的时候，背部的装甲也会进行联动，联动的零件内部也是有填充的设计。这个部分虽然可能幅度不大，但是做的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同时，左右侧摆关节也是提供了两段，活动幅度也还算可以，并且腰部两侧的零件也是带有部分可动设计。不过，按照零件的细节刻画，这个部分应该是压杆的设计。如果可以做成分件的话，那么这个效果会更好一些。同时，在胸部活动的过程中，前后这个红色零件会被撑开，需要加固。胸部和胯部是柱形卡榫连接，基础的平转可动，稳定性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肩甲的部分，我个人认为这个部分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棱角和细节其实相对来说都还可以，主要是上方加上这个推进器的部分凸起会比较多，舍弃一些就可以了。再一个就是推进器下端的这个白色分件安装的是比较突兀的，毕竟往常我们见的比较多的都是这种类似于分开的设计。这个白色零件如果是作为上臂的一个零件，能不能活动其实都好说，主要是这个部分的造型会更好一些，并且在肩甲抬起的时候，中间的空档也不会这么大，而且天启手臂这里还真有一个孔位，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部分是用来安装卡扣的。所以说，既然都设计出了这个零件，为啥还要安装到推进器下端这么别扭的地方？说到抬起活动，肩甲的抬起可动根部会松一些，大货需要更改。另外，在肩甲部分也是配置了展开可动，首先拨动上方的零件进行解锁，然后拉拽推进器就可以露出绿色透明件了，并且喷口的部分也会有联动展开效果，但是这个部分推回去的时候会有一些别手，需要调整一下。手臂部分相对来说就没有什么比较独特的设计，不过针对于铁骨架的部分倒是提供了螺丝，可以自行调整提升稳定性。小臂后方的装甲也是配备了展开机构，直接向外拉拽就可以了，但是展开幅度会比较小，并且白色零件安装稳定性也会比较一般，加上滑槽相对来说会有些紧，很难给它拉出来。手腕部分提供了单独的球形关节可动，并且藏云手的球形关节和这个部分都是泡沫件，正常握持武器没啥问题，但是握持本款模型最重的长枪，藏云手的球形关节会有一些吃力。手腕和手臂还可以，毕竟这个实心的金属杆确实有分量，沉甸甸的。同时这里说一下，手腕装甲这个零件左右盒会比较松，需要加固。那么天启的这个护甲是通过了柱形卡榫进行连接，并且这个部分也是带有一点翻折可动，活动范围没有问题，就是这个护甲做的有点太厚了，而且尺寸会有些大，做小一点可能会更好。同时护甲内侧也是安装了光束键的键边，这个部分也有轻微的翻折可动，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拔出来，安装太阳件握持在手上进行使用，太阳件的尺寸也不小。同时这里我认为是这么设计的，为了方便弹出握持或者是抽拉握持，需要旋转护甲，然后拔出键柄进行使用，这样反而就合理了很多。同时这里我也有一个疑问，手臂护甲这个中间为什么会有一个孔位，没有提供额外的东西，好像是用来安装后续配件包的盾牌的。藏云手是提供了6对，分别是加固的握拳手型，但是这个握拳手型动态会很怪，和早期的 RG 高达这种藏云手是差不太多的，感觉没有力量。同时大拇指根部和是球形关节带有一点轻微可动，握持手型是提供了1对，并且是斜握手型，手腕的根部也是提供了直的和斜的2种状态，可以进行选择替换，并且手型内部也是有固定卡榫，固定武器没有问题。另外4个张开手型怎么说呢？有一点意义不明，这个垂下去的手型还好，那么这个全部张开像爪子一样的手型，还有这个开掌手型，真要说摆出指挥佛炮的状态，个人感觉也不是太对。我认为我这个角度可能相对来说会好不少。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剑指藏云手，和主体的风格完全不搭配呀喂！除此之外，配合胸部的引出关节，肩部的可动设计还是比较可以的，并且玉组装骨架当前的紧实度也没有任何的问题，把玩手感会比较舒服。手肘的可动会比较常规，相对来说这个部分的紧实度要松一些，不过也并不影响整体的把玩效果。手腕是采用了2个球形关节，可动方向也会自由一点，并且藏云手的根部也是设计了一对可动设计，整个手臂在后续摆动作的状态下还是比较可以的。
胯部的前裙甲和裆部的三元设计也会很乱，但是侧裙甲和后裙甲我反而感觉还好。还是老问题，凸起和转折实在是太多了，少一点再过渡一下就会好不少。前裙甲也是带有一个展开机构，直接下拉白色零件就可以联动展开。那么背部的内衬中间的零件是用来固定和裙甲的组装，这个部分会有些松，需要加固。侧裙甲上方的这两个金色零件就会显得很多余，在腰部也没有能和这个部分产生一个过渡的颜色，去掉了反而会更好。同时侧裙甲也不具备展开，不过侧裙甲内部的细节刻画是做的比较不错，对我个人来说却是一个刚刚好的状态。后裙甲就是一大片的设计，上方也是设计了镂空和凸起，这个部分反而没有那么乱。同时后裙甲也是带有展开联动结构，不过推回去的时候会有卡顿，需要调整一下。在内衬部分也是完整的配置，只不过这个内衬我个人感觉有点乱，全是框架细节，反而不太清楚想表达什么。然后我们再来说一说裆部的可动设计，还是非常的优秀。首先就是前裙甲的是通过了球形关节进行连接，本身就具备不错的可动，根部也是提供了泡沫件的连接件，也能提供一段平转可动。不过这个手感会有些生涩，建议摁住根部再进行活动。侧裙甲和前裙甲的球形关节会有些区别，上面是没有了豁口，不过这个部分的太极可动也没有受到影响。同时侧裙甲的根部会有一个关节组，为整个后裙甲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活动范围，同时这两个部分的设计也为腿部提供了非常大的活动空间。后裙甲是两个零件夹在这个柱形卡榫上的，一旦后裙甲活动到顶部，这个部分就会被顶出来，所以会有些松。正常安装到位就不会出现松动的情况了。裙甲的部分就介绍完成。除此之外，裆部前端的装甲是直接连接在骨架上的，为了提升稳定性，两侧还安装了零件进行加固。不过这个加固零件安装反而会有一些松，同时裆部的安装会有些紧，就显得没什么大用了。另外在可动方面，前面我们也是提到了胸部的弯腰可动只有这个状态，但是在胯部还提供了一段额外的弯腰可动，并且这个部分的可动设计在了裆部前端。这个时候在活动的过程中，侧裙甲和前裙甲也会一起跟着活动，达成一个防穿帮的状态。不过这个地方只要你想直接翻成90度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会受到腰部的干涉，并且正常弯腰状态下，腰部的黑色零件会和裆部的红色零件产生干涉。如果这个部分能像夜空骑士一样做一个内收，那将是绝杀。另外大腿根部的下拉位移可动也是常规表现，当前的紧实度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这个部分是两条腿一起活动的，而不是单独活动。天启的腿部设计真的是异常的粗壮，并且和其他几个部分不同的是，其他的外甲都是可以看作单独的一个整体，骨架是一个单独的框架，而腿部属于是一层套一层的叠加状态。这里我保留了一张腿部骨架的图片，算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状态，不过细节也就那样了。腿部的这一大堆造型怎么说呢？好像还能接受，难道是我的审美被强奸了？大腿部分的细节和分色处理的还不错，侧面中间还有一段镂空结构，膝盖后方的金色零件还可以替换成黑色零件，就看各位自己的喜好了。膝盖这部分真的是一大坨，并且膝盖装甲前端还有一个尖儿，话说这个部分不能也能当武器啊。小腿侧面是带有展开机构，这个部分的根部是球形关节进行连接，并且连接件是带有锁定位点，不会脱出。展开以后，内部也是有部分的细节刻画，并且外甲零件背面也是有框架结构的刻画。小腿后方的推进器我认为是设计成了两个，上方一个小的，下方一个大的，都是带有单独的可动。但是吧，下面这个推进器在抬起可动的时候，内部的喷口方向和上方的装甲还有点冲突，总感觉会很怪。脚外装甲是通过了一个零件单独连接，中间的柱形卡榫也是提供了不错的可动，类似于那种脚外侧摆的时候会带动脚外装甲进行活动。不过天启这个没有联动，得手动进行调整。同时侧面的两片装甲也是球形关节，活动的话也还可以。这一次天启的脚步，这么说吧，我总感觉我见过这种风格的设计，但是我真想不起来了。再一种就是这个白色零件突然转折，然后下面是一个细脚掌的设计，确实挺丑的。不过脚部的细节和分色还是比较丰富，所以也还说得过去吧。后脚跟的安装会比较松，这个部分需要加固处理。剩下的我们来看一下腿部的可动设计。首先就是通过胯部的引出关节加上裙甲的设计，可以得到一个比较优秀的大腿根的可动，无论是前踢、后踢、侧踢，整体的效果都是非常不错的。除此之外，在大腿的根部还有一个向内的侧摆可动，这个部分也是有防穿帮的细节填充。有了这个关节的加持，在部分角度的腿部动作也会比较合理。最主要的还是类似于天人下凡的动作，或者是骑马的动作。剩下的就是大腿平转的技术可动了，这个部分的安装会非常紧，需要用力。
膝盖活动我们一段一段来看。首先是上半部分，在活动的过程中，前端装甲会有一个联动效果，但是这个部分的表现并不是特别好，最后会留下很大的空洞，没有填充。那么再进行活动，膝盖前端的装甲、膝盖骨架、膝盖后方推进器都会产生联动和让位的效果，并且这个部分的过程是比较顺畅的。膝盖活动到最大范围的时候，中间也是有填充零件，并不会太空洞。但是直接活动的话，会和下方的推进器顶在一起，这个部分的让位并不是特别流畅，建议先抬起一点再进行活动，才能将腿部活动到最大的限度。同时，这个零件不具备联动，需要手动给它推回去。除此之外，在小腿的后方，也就是脚腕活动的部分，内部的装甲也是带有一定的联动效果。同时，脚腕的前踢和后踢可动幅度相对来说也会比较一般。除了根部的这个活动关节之外，脚腕的部分还有一个可动关节。这个部分也算是两段关节组吧，不过脚部装甲和骨架的干涉会比较大，这个部分效果会很一般。侧摆的关节设计也是常见的斜切结构，可动幅度会比较大，配合腿部可动已经接近了1字马。正常来说，脚掌的部分前后是有一个联动设计，但是后脚掌的零件安装会比较松，内部零件安装还有一些紧，导致这个部分的联动效果很一般。除此之外，前脚掌也有一点点的分段和抬起可动，效果也挺一般的。同时，在脚掌活动的时候，左右合的零件也会撑开，需要加固。综合来说，主体部分还算是比较优秀的，最主要的就是可动和联动的设计能看得出来，虽然有瑕疵，但是整体设计会比较用心并且合理，把玩的时候也会比较舒服。剩下的就是背包和武器配件的部分了。基础背包就是这个比较小的带推进器的状态，并且推进器也是带有一定的可动。背包和主体是靠着一个比较长的方形卡榫进行连接，虽然内部并不是实心的，但是在根部是做了直角加强结构，保证安装以后的稳定性。另外一个背包组件就是这个机械轮，可以说这个组件我个人是非常的喜欢，虽然分件做的是比较多也比较碎，但是最后呈现的这个效果会很棒，机械感也会很强，尤其是这个推进器的部分以及周围的滑轨设计。机械轮是通过3个中型卡榫安装在背包上的，稳定性没有任何问题。剩下的就是机械轮的可动，中间的4个机械臂都是采用了多段可动关节组进行安装，在组合状态下，整个机械轮也可以通过这一些关节组调整位置，无论是向内、向外还是上下左右活动都会比较自由，并且这个时候也可以看到小背包中间也有一个可动关节，内部也是有着填充零件，整体的效果会很不错。同时，机械臂和背包的连接都是通过了滑槽，所以当前状态下也可以通过滑槽调整自己喜欢的位置。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机械臂的左右合容易松脱，如果这个地方再紧一些会更好。除了完整的机械轮样式，还可以拆分成4个部分，并且每一个部分都是可以单独活动，主要是通过根部的机械臂进行活动。不过这个部分最大的问题就是关节不够紧实，比较松，在不安装浮游刃的状态下摆动作还说得过去，一旦是安装了浮游刃，这几个机械组是完全撑不住的。这个部分官方的计划是后续增加紧实度，当前各位看看可动角度就可以了。同时这里再说一下，这几个部分的组合设计比较有意思，是通过收纳在一侧的卡扣进行固定，这个卡扣的收纳也是恰到好评。那么把这个卡扣怼进去的时候呢，是提供了一个辅助零件，但是我个人更喜欢用其他的东西给它怼一下就可以了，听到咔的一声就可以固定好了，设计还是比较不错的。那么剩下的就是作为主武器的10个浮游刃了，每一个浮游刃大概28个分件，这个重复功能量还是比较大的。不过最后呈现的效果，我个人还是蛮喜欢。作为武器是给了2个组合模式，首先就是刀刃模式，提供了2个单独的握把，可以选择2个浮游刃进行安装手持。不过本身浮游刃的尺寸就比较厚，所以这个武器作为刀刃的造型会比较盖，而且握把没有提供收纳样式，这个就比较可惜了。另外一个就是长枪模式，直接连接在金属杆两侧就可以了，并且金属杆上方也是提供了孔位辅助握持。但是这2个组合模式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浮游刃的连接会比较松，再一个就是卡榫和浮游刃的孔位不是完全匹配的，会有虚位，导致不是特别直，希望后续大货这个问题会有改进。另外，浮游刃本身也具备展开样式，可以展开的部分也不少，并且最后呈现的效果也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状态。内部的机械刻画也比较清晰，但是浮游刃的内部细节会肉一些，两侧金色零件的固定效果也会比较一般，需要加固。除了上面说的2个武器的搭载方式，还可以通过额外的连接件安装在背包的花槽上。安装的位置有2种，首先第一个就是保留绿色透明件，直接将浮游刃安装在这个卡榫上的状态，当前形态为固定搭载样式，并不具备可动。
另外一种就是需要拆除原本的绿色透明件，再把浮游刃的连接件安装上去。这个连接件都是左右合，然后通过额外的零件扣合在滑草上的。这个部分的设计，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点就是提供了锯齿结构来提升滑草的稳定性，算是最大限度保证了把玩的体验。但是这个部分拆除透明件之后会有多出来的空隙没有遮到。除此之外，就是金色零件这里有一个翻折口洞，但是由于瓶子件的批次漆面会比较厚，这个部分是非常紧的，很难活动，后续大货的漆面也会更改。这个部分的可动也可以看到是类似于传说高达龙骑兵那样的攻击方式。浮游刃安装上去之后，最后呈现的效果还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时候涉及到的问题就是瓶子件卡榫会比较松，需要加固，大货会改，不知道能改成什么样。当前还有一个问题，金色零件偏紧加上卡榫比较细，一定要摁住根部进行活动，避免造成零件断裂。浮游刃前端的零件也可以单独拆除，这个时候更像是浮游炮的状态，但是套件内部并没有提供前端刃口的支架，所以展示不出来。另外想要拆除的话，这个部分的手感是偏紧的，需要削装。最后的配件还有一个支架地台，地台整体的细节刻画会非常多，简单补一些色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效果。关于支架杆的部分也是常规的配置，拉伸可动以及调整方向，这些也都是比较常见的了。另外，本款支架在中间的位置还提供了一个零件收纳仓。老实说，这个设计是很好的，很用心，但是实用性不是太行，甚至无法收纳所有造型手。这个空间给的还是有点小了，更不用说收纳这两个键柄和光束调小件了。而且这个部分还给了明信片，但是安插明信片以后，细节都会被遮挡。这个时候收纳仓也会被遮挡，这个设计老实说不如设计成抽拉样式，实用性会更好一些。除此之外，地台还提供了和其他地台合并的连接件，估计是为了后续配件包的准备。另外，支架连接件是提供了两个，一个是泡母件，另外一个是板件上的这个零件，这两个部分都是通过了卡扣和裆部的零件进行连接。怎么说呢？裆部的这个是合金件，这两个零件插上去的稳定性都比较一般，不是太牢固，摆一些俯冲的动作就很容易掉下来了。我这个背包零件就是这么断的，希望可以加固一下。那么到此为止，本款万象具备天启就已经全部的介绍完成了。先说一下我的评价，算是一款诚意比较足，但是有小瑕疵的产品。当前的这些评价是抛开外观的。毕竟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外观我也不喜欢，但是我不喜欢不代表其他人不喜欢，所以各位也没有必要针对于外观而吵架。除此之外，提到这一款模型的各种设计，我相信看完视频的朋友应该也有了自己的答案。我认为比较是有诚意的，也确实是有着自己的设计想法，很多地方也算是面面俱到。剩下的部分就是需要大货去如何更改了。既然话都说出来了，或多或少也要改一下吧。这两天我也是在和其他玩家说天启的设计好的时候，有一部分朋友是这么回复我的：就背包软成那个样子，你收了多少钱还说得好，舔啥的？或者说就外观丑成那样的你还说得好，又卡了多少？虽然我个人已经免疫了，毕竟也这么多次，自己再没点成长就说不过去了。现在脸皮也确实厚了很多，但是这样的话，我相信对我说过的朋友也会对其他人去说。我更希望玩家在交流的时候能有这么一个状态，我喜欢的或者我不喜欢的东西，我不会去干涉他人喜欢或者不喜欢，也不会去质问。还有讨论一款模型的素质表现，我更希望能够全面一些。当然了，这也是我个人最理想化的一个状态。虽然这么说，但是有的时候我也做不到，所以我也想的是，我们一起去向着这个比较理想化的状态去进步。本期的视频针对组合度也是做了一点修改建议，但是考虑到问题都反馈上去了，那么大货的部分估计会和评论件还是有些差距，所以这个环节我暂时先不做。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的视频全部内容了。如果各位对我的视频感兴趣的话，记得点赞关注支持一下，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